我穿输了。楚辞优，小说里的倒霉女主。姐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陆松。因为母亲留下的巨额遗产，被渣男跟继妹联合骗婚。两位虽然看镜头，余生靠着男生肩膀。哎嘿，继妹害怕陆松跟原主假戏真做，买通医生，骗原主得了重病，切除了他的祖孙。陆松，你别走！你连个女人都不算，还想我碰你？原主被渣男嫌弃了3年，最后得知真相，受不了打击，跳海死。而我，则穿到了手术当天。这什么天崩开局啊！不行，我得逃出去！哎，楚子瑶，你站住！就是你想害老娘，吃我一个大逼斗！哼！松哥，楚子瑶跑了，你快抓住他！我知道了，那边去2个人。是。这边跟我来。哎，快，好好找找，他肯定跑不出去。这怎么办啊？哎，等等，书里好像提过，陆氏集团的总裁霍廷琛车祸后被撞成了植物人，就在这里休养。找到了，快抓住他！不愧是小说霸总，长得还挺深。等等守着，他就在里面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这些，真是个大馋丫头。哎呀，麻烦了啊，借我躲躲啊！滚！啊，谁？是谁在说话？是我幻听吗？我命令你从我床上滚下去！这声音难道是他的心声？这声音难道是他的心声？奇怪，是植物人没错呀。哎，你醒了吗？那个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，但是为了我的36弟，我只能先进你这躲躲了。这么扯的理由，你以为我会信？陆总，您来了。他人呢？楚小姐进了霍先生的病房，我们不敢擅闯。松哥，他不会是知道什么了吧？小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出来跟我说一说，好吗？女人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进来了。霍廷琛，你堂堂一个总裁，就这么让那些坏人闯进你的房间？你不是也闯进来了吗？我楚辞优跟那些坏人能一样？你是楚辞优？陆先生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江特助，哦，我未婚妻楚辞优不小心闯入了霍总的房间，我接她回来。我一直都在外面，没见有人进去。您可能没注意，我进去看看啊。霍总需要静养，请回吧。还是说，陆先生执意要打扰霍总休息？霍家是江城首富，我不能得罪他。楚辞优那个蠢货应该是怕疼才跑的，等他被赶出来，我再抓他。啊，打扰了，走吧。是。我逃过一劫了。再不松腿，让你在劫难逃。大恩不言谢，等我以后有机会当牛做马的报答你。给我出来！楚小姐，你也太大胆了！霍总可是病人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霍总有反应了！老夫人，医生，你们快来啊！啊，什么反应啊？我儿子有生理反应了，太好了！医生，你过来呀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是不是快要醒了？他们在看什么？楚辞优，赶紧给我把被子盖上！楚辞优，那个打扰一下，你们没听到霍廷琛在说话吗？
楚小姐，植物人是不会说话的。这么说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霍廷琛的心声。我儿子怎么样了呀，医生？这是很明显的神经反应激活，应该是这位小姐刺激了霍总导致的。啊？难道这孩子能帮助廷琛醒过来？楚小姐，你来到这里是有什么困难吗？霸总的妈妈应该也很有实力吧？阿姨，我的未婚夫和继妹为了钱想害我，现在医院里都是他们的人，我该怎么出去呢？唉，真是可怜的孩子。我带你出去简单，但是你有想过出去之后怎么对付他们吗？原主虽然有个爹，但一心向着妓女楚嫣然，并不管原主的死活。我有个主意，不知道楚小姐愿不愿意？什么主意？嫁给廷琛，做我霍家的儿媳。不行，妈，这什么烂主意？虽然廷琛呢现在昏迷着，但我们霍家是江城首富，只要有我们霍家在，一定没人敢动你。楚思悠，你不准嫁给我，听到没有？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太太，霍总又有反应了，看来霍总对这门亲事很满意呢。我满意你大爷！看把我们家廷琛高兴的。楚小姐，你愿意吗？我感觉自己被做局了。霍廷琛，这斤大腿我可不能放过，要怪就怪只有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吧。我愿意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只要你嫁给廷琛啊，那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了。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来，这是我们家的祖传手镯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哇！走，回家。以后你多陪陪廷琛。啊，对了，把廷琛也带上吧。啊。妈，我只是你顺带的嘛。妈，你放心，以后会好好照顾老公的。好孩子。哇，好大的房间啊！少夫人好。天啊，这么大的房间，有50个出租屋了。意思是，现在这么大的房间都是我的了。有钱有闲，老公还不能动。这日子怎么坏端端的突然好起来了呢？把别人的痛苦当快乐，你礼貌吗？哎，老公，你想开点嘛，娶了我也不全是坏处呀。不过没有好处而已。竟然这么说，你看啊，只有我能听到你的心声，那我就可以是你跟外界沟通的桥梁。我保证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就是你的手贴、嘴贴、一切贴，好不好呀？啊，妈，哎，小优啊，这是廷琛的睡衣，你帮他换上。啊，可是我怕他不愿意。怎么会呀？你们是夫妻，这廷琛要是醒了呀，怕是巴不得呢。快帮他换吧，我出去了。好嘞。你是我亲妈吗？霍廷琛，这可是你妈妈让的哦。虽然医院里摸了一下，但没想到完整版这么火辣。楚思悠，你不害臊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变成？你认识我？少夫人，楚家来人了。看来在医院里没抓到我，自己送上门来。哼，让本夫人好好会会你。楚思悠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手术说不做就不做，还敢打我了？我现在还敢，你要吗？松哥，你看他。小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这突然从医院跑走，我们都担心坏了。长得鬼迷日眼，原主怎么看上他的？啊？你说什么？
我说，我为什么跑你心里没数吗？你们两个，一个坏，一个贱，简直破锅配烂盖，天生一对。啊！胡说八道！你妹妹一心为你着想，你却误解她跟姐夫有一腿。误解？你管这叫误解？嘿，哼，果然人要是嘚儿啊，吃药都去不了根儿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他妈当初就是靠勾引别人老公上位的，你就好这口，你当然看不出来了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那咋了？当初要不是我妈给你开公司，你以为小三能看得上你？就以你这个脑子，哎呦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我说你左右晃脑袋的时候，真的不会被自己的猪耳朵扇到脸吗？你倒反天罡！终于把看小说受的气吐出来了，这下乳腺彻底通了，爽！楚辞优，你敢这么狂，不就是因为住进了霍家？但你别忘了，你早晚得离开。霍家不可能庇护你一辈子。哟，想报复我？不好意思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经嫁给霍廷琛了。就凭你，霍家可是江城首富，就算霍廷琛成了植物人，也不可能看得上你。是啊，悠悠，你就是再任性，你也不能说这种话呀。赶紧走，不然惹到霍家，10个你都赔不起。放手！放手！住手！谁敢在我霍家撒野？霍夫人，都是小女不懂事，我这就带她回去好好管教。楚辞优，敢冒充霍家儿媳，你完了。妈妈，哎，小优现在是我们霍家人了，这管教的事儿啊，就不劳楚总费心了。什么？霍夫人，你搞错了吧？这小优她是我未婚妻啊。你们订过婚？没有啊。你们领过证？也没有。那就是了，这男未婚女未嫁，小优择优劣汰，合理。可这楚辞优嫁给别人，我们就拿不到他妈遗产了吗？爸，闭嘴！霍家什么家境，随便从手里漏点好处，都比那遗产强。啊，霍夫人能看上小优是小优的福气，但您看这彩礼，妈，我对廷琛是真心的，不要彩礼。胡闹！自古以来结婚都得按规矩，哪能少得了彩礼？规矩？你的规矩就是联合其他人算计你女儿，失败之后还想给她卖个好价钱是吧？孽女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楚总，你当着我的面骂小优，看来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。送客，以后没有少夫人的允许，不准他们进来。请吧。哼！楚辞优，你给我等着！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啊。有妈妈在，我不委屈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书里这个节点，楚家正面临破产。陆松拿到我妈遗产后，就立刻去东郊买了一块地。3个月后，那块地涨价了10倍。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可不能便宜了它。妈妈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结婚了，为什么不能领取遗产？楚小姐，你母亲在遗产中特别注明，必须由您和您的配偶同时到场签字、拍照留证，才能进行遗产手续。可是我老公是个小律师啊。楚小姐，您不会为了遗产找个人假结婚吧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婚姻一定是真实有效的。那就好啊，下次带着您的丈夫一起过来办理吧。您看这事儿能不能？楚小姐，我们要按章办理，这个您收好。什么奇葩章程？这钱不是给我的吗？为什么要带个男的？哎，小优，妈
嘛。你是怎么出去一趟变这样了呀？妈，律师说遗产要夫妻同时到场才能领取。对不起啊，妈，那块地可能买不了了。哎，过来。你说的是这个？妈，你已经把地给买下来了。我听你一说呀，就马上联系卖家了。等有时间就签个字，就当我送给你的彩礼了。哎呦，妈，都说了不要彩礼的。一块地而已，喜欢就收着。等你以后啊怀孕了，妈会给你更好的。怀孕？我跟霍廷琛虽然有一些接触吧，但是还没到那一步啊。哎呀，妈，我先走了。看来少夫人挺喜欢咱家少爷的。你也看出来了？不过呀，这年轻人害羞放不开。你去给小优呀准备一碗安神汤。安神汤，懂的都懂。啊，懂了，我这就去。楚辞优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放开我！楚辞优，你干什么？赶紧下去！我才不呢！楚辞优，你不准动我！那么小气干什么呢？楚辞优，你趁人之危，快住手，不然我要你好看！可怜我母胎 solo 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嫁人了，还是个植物人。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。尽管如此，毕竟都送上门了，总要吃一吃才过瘾嘛。该死，为什么我动不了？我守了28年的清白啊！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再往下去真的不能播了。楚辞优，老公，你真好看。楚辞优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等等，怎么头这么晕？夫人，成了。真的？这年轻人啊，就得靠咱们推一把。是啊，希望老天爷能保佑廷琛能快点好起来。霍廷琛，你都成植物人了，还失眠长黑眼圈呢？托你的福！切，还压我的丝呢！我睡觉可老实。就应该让那些坏事做尽的人变成植物人才对。为什么要让霍廷琛躺在这儿呢？没想到他还挺关心我的。人男贱女，吃我的一掌！再敢来惹老娘，老娘绝不饶你们！有没有人能把这个疯女赶走啊？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呀？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啊？你不仅睡姿畅，还梦游，简直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女人。对，原来他跟其他女人也一起睡过觉。渣男！少夫人，我来帮霍总做康复。想当年，霍总在商场上是叱咤风云，哎，谁想到啊，
霍总，你醒了！原来少夫人真的能让你醒过来，我现在就去叫她。等等啊！我试过了，只有一只手能动。你现在去叫她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您的意思是？当初我出车祸时，刹车是坏的。碰过您车的人屈指可数，您是怀疑？我们去庭琛房间看吧，或许对庭琛你在这等着，有帮助呢。一会儿说。我跟你说，庭琛小时候可喜欢穿这身了。哎，你看这个可不可爱？他还总念叨着让我给他多买几套呢。所以霍庭琛小的时候真的穿过裙子。是啊，他可喜欢了。你看，他还穿着去幼儿园呢。那时候小小的老子还不懂事。楚子悠，你们还要说到什么时候？当然是爸帮你请事儿的时候。妈，你看，庭琛他有反应了。哎呦，他一定是听到我们聊这些之后特别的开心。这样，妈，你多说一点，我还想多了解他一下。好，你看这儿，这是他5岁的时候再穿的。这个家，我是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夫人，我刚得到消息，诚信集团的王总得知霍总出事之后，拒绝交付工程款。什么？这些落井下石的东西。小优，你看吧，我去处理一下啊。这么一看，霍庭琛是挺清秀的，反正他也动不了。不然，楚子悠，你敢让我穿女装，你就死定了！不愧是可恶的资本家，闭眼都能猜到我手上。喂，小姐您好，我是东郊地产的负责人，请问您什么时候能来签字啊？就现在吧。等我赚到了钱，看是这个欺负老娘。是啊，他接近我，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霍庭琛，你别想太多了。我们真的很需要这块地，您能告诉我买家是谁吗？买家一会儿就到，你要真想知道，在这等着吧。松哥，你不是说没人知道东郊会升值吗？怎么被抢先了？我哪知道啊！楚慈佑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买地呀。你知道一块地多少钱吗？真以为嫁接霍家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哟，楚小姐，您的交接手续啊，已经准备好了，请。好嘞，我去存档。辛苦。小优，你买这地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我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呀！我现在有钱了，霍家上下都拿我当宝贝宠。我说我不要，可他们偏给呢。就你还宝贝？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没人爱的垃圾。当初你妈辛辛苦苦帮爸创业，她累死的时候，爸连见她最后一面都不肯。唉，我看你以后……张嘴！啊！喂，你干嘛？啊！我看你的嘴巴这么脏，我还以为是垃圾桶呢，难道不是吗？嘴这么毒，心这么黑，像你们俩这种人，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。趁秋天土还没冻上，给你们个建议，赶紧走了得了。楚慈佑，你个贱人！不说，你就这么看他侮辱我？好了，楚慈悠嫁进霍家几天就拿到这么多钱，比楚嫣然有用多了。看来我还得吊着他。那你等我一会儿啊！小优，小优，惦记你妈遗产那事儿，那都是楚嫣然一手策划的。我从始至终我都没图过你的钱，我只想跟你长长久久。我发誓，你想和我长长久久啊？可惜你该长不长，该久不久。不是你又没跟我那个啥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急了是吧？破防了，被我说中喽！回家熬点中药喝吧。我认识个老中医，要不要介绍给你啊？傻啊你！
行了，咱俩也别这么努力按了，反正他一个植物人，按不按的他也不知道。你不怕霍总醒来怪我们？那也得他能醒来再说呀。他现在连个正常人都算不上，你这么有责任心干嘛呀？谁说他不是正常人的？真想把你扔进油锅里，看看这油贱还是你贱。就你也配说霍廷琛？自己去找老夫人领罚。是。霍廷琛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医生都说了，你醒过来的概率非常大。王妈，帮我打盆热水上来。好嘞。他刚才是在关心我吗？老公啊，这个力道怎么样啊？当我没说，你又耍什么把戏？讨厌！人家是看你长得好看，怕别人弄疼你，怎么可能对你献殷勤？就是有求于你。有事直说。我想进霍氏工作。哎呀，你别小看我嘛！其实我可以预知很多未来的大事，就比如东郊这块地。别看它现在平平无奇，3个月它能翻10倍，到时候我会赚很多很多钱的。只是为了赚钱？好吧，我承认，我想复仇。你是不知道他们那些人有多过分，花着我妈妈的钱，甚至还骂她，而且还想骗我。我生平最恨别人骗我了。大不了等我赚了钱，收购了处事，分你一半。哎呀，求你了。霍总，现在公司什么情况？霍副总一直想架空您的势力，如果有人既能代替您，又有能力主持大局就好了。难道让他去？霍氏的水很深，没你想的简单。老公，你担心我啊？不用怕，我不是还有你这个金手指吗？那就去吧。真的？可是妈那边交给江北，你这么跟他说。霍总让你进公司？对呀，他刚刚突然醒了一下，他说诚信集团的王总有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孙女，其实是他女儿，可以用这个逼他结婚。啊？他果然怀疑了，我就说霍廷琛这话术，谁会信？这么狗血的瓜，确实只有霍总能挖出来。看来霍总很信任少夫人。我这就去安排。这个江特助平时看着心眼子挺多的，没想到这么单纯。yes。小优，过来。哎，妈妈，你今天啊第一天上班，妈给你准备了这些装备，你看看喜欢哪个？哇，妈你太大方了吧！哇，这小眼镜高头的老前锋啊！啊，还有这些，我买了不同的颜色，你每天换着开。妈妈，这太贵重了，这我不能收。而且我是去上班的，多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你是我儿媳妇儿，况且你对廷琛什么样，妈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妈感激你，还来不及呢。妈妈，你最好了。楚子悠，你有这么棒的婆婆和老公，你一定要努力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少夫人，这边。小心！大叔，你这驾照打完者送的吧？怎么会这么风骚？小姑娘，看好脚下，别挡了别人的路。欢迎您来。哎呦喂，不是他这种人太有理了是吧？这么狂！哎，少夫人，那是霍总的大伯，也是公司的副总。霍总出事以后，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，想取代霍总。所以他是怕我碍他的事儿，专门过来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根据我多年看短剧的经验，
你们霍总出手，一定跟他逃不了干系。唉，这水深，你似乎水怪来了都得低头名状了吧？好可怕！小本，少夫人，随本夫人挨开设去。走。少夫人这是要替霍总复仇啊！我家霍总终于有人疼了。既然大家没有异议，以后公司的事务就由我来接手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霍总的夫人楚慈优，楚小姐，从今天起也将担任霍氏集团的代理总裁。这怎么能行？她一个黄毛丫头，一没经验，二没资历的，她怎么能管理好霍氏这么大的一个企业？是啊，商场如战场，依我看呐，现在由霍副总接手啊，才是最稳妥的，对吧？是啊，有道理。就是啊，各位都不肯给我机会，怎么能知道我不行？只要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。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，一个决策失误，损失的可是数以亿计的千金白银。少夫人图钱，就更不应该来公司捣乱。我图钱？众所周知，霍总现在可是植物人，你现在嫁给他，不图钱图他什么？是啊，你说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这是为了暗示我为了钱，这个霍氏图谋不轨啊！我当然是图人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一定要帮廷琛把霍氏给收好了，以免被一些图谋不轨的人趁虚而入，是吧，大伯？你敢说霍总图谋不轨？啊，我可没说啊，大伯，这都是他自己说的。侄媳妇儿，你想替廷琛分忧，我能理解，但无论如何，公司的利益大于天，我不能让各位股东跟你冒这个风险。说得对，还是霍总说的对。好，既然大伯口口声声以公司利益为先，那敢不敢打个赌？我们就以1个月为期，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如果我让公司产生了亏损，那我就将霍廷琛手上所有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大伯。少夫人，1个月为期，无条件转让，怎么样？你是认真的？现在就可以立协议，不过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还请大伯退回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楚子悠，既然你自掘坟墓，那就怪不得我。不用，今天的赌约在座诸位都是见证，那我就等1个月后你来兑现承诺。还好提前跟霍廷琛对过话术。好了，大家现在把需要审批的文件交给我吧。给你，这个需要看一下，给你，还有这个。少夫人，这些文件都要拿到办公室去吗 ？No， 术业有专攻，这些东西呢，当然要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处理。走，回见。哦。哎呀，霍廷琛，我终于理解你了，这总裁也太不好当了吧？怕了？怕？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。不过嘛，我们公司现在那些人都说我不适合当老板，所以我偏要做出一番大事，让他们好好瞧瞧。所以，我把文件都给你带回来了。几份？都不少，一共71份。多少？哎呀，老公，等你呢教会我之后，你就可以躺平啦。我躺的还不够平吗？楚慈佑，你连植物人都压榨，谁说你不适合当老板的？你这老板当的太棒了。谢谢夸奖啊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또 담담한 척을 했네 맘새어 나올까 이내 두 손 모아 얼굴을 가려봐도 피어나는 웃음에 楚慈优，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完，我得替你收好家业。帮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啊，还有你也帮助过我。朋友？而且什么？
霍廷琛，你能动了！妈，你快来啊！霍廷琛能动了！不行，楚辞又说过，他最恨欺骗了。你怎么又闭上眼了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又不行了。那你再试试呢？好像动不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对了，你刚刚是拖住了我的脸，难道这个是诱因？没反应啊？难道是我刚刚差点睡着，没继续念文件，所以他急了？对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因为我让你重新接触到了你热爱的事，所以你就发了狠，忘了情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一定会带更多文件回来的。有没有可能跟工作没半毛钱关系呢？楚辞优，相信我，我求你收了神通吧。少夫人，昨天的文件你处理好没有啊？我想了一个晚上，还是觉得不妥。1个月的损失也是损失。少夫人若是没有那个能力，尽快的卸任吧。是啊，少夫人。是啊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大家请看，新鲜出炉的文件。各位先不要急，看完你的，看你的，看完你的，看你的，一个一个来，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真处理好了？处理文件谁不会呀？重要的是怎么处理。这不错呀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思路超前，理念精准，有当年霍总的风范啊。哎，真的，我看看啊。少夫人，你的能力我们看到了，但霍氏是霍总2代人的心血，你随意赌出去，是不是太儿戏了？各位股东们，我知道霍氏集团是你们和我公公一手创办起来的，各位对于霍氏的感情自然也就不一样。但是廷琛现在这个情况，如果我不赌，才是真正将各位的心血拱手让人。还请各位叔伯们看在廷琛的面子上，给我一点支持，让我们共同守下霍氏，拜托了。霍总，夫人已经稳住股东了，看来我们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他确实很聪明，现在股东又多了一个选择，大伯那边也该收敛一点。对了，霍总，我想知道夫人为什么一定要去霍氏主持大局？他之前说过，想挣更多的钱，不再依附我，自己保护自己，应该是想和我尽快撇清关系吧。霍总，您是不是因为车祸摔断了情丝啊？他说过，我俩只是朋友。霍廷琛，我回来了。少夫人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霍总他……江北，你怎么可以把它扔在地上？不是我，不是你是谁？他现在还没有恢复，还不能动，万一把他摔成傻子怎么办？是他自己。对不起，少夫人，就是我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帮我把他扶起来啊！这是个植物人还是颗绿茶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把那文件一亮出来，他们眼睛都直了。这么开心？那当然了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表扬。咦，谁的短信？陆松啊。你跟他还有联系啊？没有啊，
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大堆手机号，我黑名单都快被拉满了。听你这个语气，霍廷琛，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什么吃醋啊？谁吃醋了？我又没吃饺子，吃什么醋啊？哦，是吗？那你脸怎么红了？来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是不是红了？是不是红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红了？是不是？霍廷琛，你怎么还能耍流氓呢？讨厌！要不要告诉他我醒了？没想到这小律师平时嘴甜甜，亲起来倒是软。不行，你清醒一点啊！霍廷琛那种出身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为了你吃醋呢？一定是因为你能够帮他清醒过来，所以他才会对你好的呀。千万不要被他那张脸给迷惑了。大晚上的你在这干什么？谈生意啊！你家欠了那么多钱，那我不得多疏通疏通啊？陆松，你真把我当傻子？我看你是后悔了，想挽回楚辞优那个贱人吧？我说你能不能别疑神疑鬼的啊？人小优以前从来不会这样。楚辞优，凭什么你嫁了人还要纠缠松哥？你给我等着！进不去霍家，我就来这儿揭露你的罪行。哎，你认识楚辞优吗？少夫人？对，我是她妹妹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她嫁给霍廷琛之前其实是有婚约的，结果贪图富贵跑了不说，现在又想脚踏两条船，还天天给前未婚夫发骚扰短信。你说真的？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跟你说，那天晚上半夜里，我突然看见楚辞优的妹妹，她真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没想到这丫头有点能耐，连那些老东西都能唬住。既然不顾我的警告，别怪我让你提前离城。把这句话添油加醋的告诉老太太。不可理喻！你让这种人进我们霍家的门，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哎呀，别生气了，妈。这声音是霍老太太。霍廷琛的奶奶，听着声音怎么像冲我来的？应该是的，不然你先躲躲，等太太处理完，您再回来。既然他们是冲我来的，那不见到我肯定不会罢休。况且对付这种找事的亲戚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这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早回来啊？你先上楼去啊。妈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妈，这位是？这是廷琛的奶奶，还有大伯母。你就是楚辞优？听说你有未婚夫，却嫁给了我们廷琛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妈，是那边对不起小优。闭嘴！他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他就是想伙同外边吞噬我霍家的产业。不可能！你还不信？若我手里有证据呢？霍总，这次老太太拿出了证据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扶下去。可是，这估计是霍建树的手笔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面对。是。来，慢点。弟妹，看看你的儿媳，上个周还在跟未婚夫蜜里调油呢，这转头就嫁给了廷琛，这就算是变心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事出有因，是小优发现了他们要害他。我这个人说话直，我就直说了。你说小优可怜，说不定啊，他就是在你面前演戏呢。听听这个，
姐姐，上次你在医院那出戏演得跟真的似的。你放心，等咱拿够了钱，松哥就立刻来娶你。小优，这是真的吗？蠢货，连上当了都不知道。幸好我们发现的及时，要不然会闹出多大乱子。妈，这种人啊，就应该赶出霍家。来人！等等，妈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录音是他们伪造的。哼，你说伪造就是伪造的啦。首先，这几天除了在公司上班，就是回家，这一点呢，江北和司机都可以作证。其次，这个录音里面都没有我的声音，你怎么能够证明我参与里面了？现在是我在问你，只许你诬陷，就不许我反驳。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可以合理怀疑是你和大伯父怕完成不了赌约，所以就串通了楚嫣然，想将我赶出霍家。大伯母，你说你是职场的，你也不能张口就来吧？妈，我听说现在警察是可以调查出录音设备的录音时间的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就报警。我可不想平白无故的被人诬陷。好，那就去查。查什么查？这要传出去，我霍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这老太太真脾气，大方一露相就拦不住。好的，奶奶，既然您说大伯母要脸，那我就给她这脸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竟敢这么对我说话！嫂子，你既然想让小辈尊敬你，咱们就得拿出点长辈的样子。妈，既然这件事是个误会，您就请先回吧。小优啊，还有工作要做呢。哼。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的，妈妈，我哭几天就好了。看把我宝贝儿媳妇给欺负的，妈给你补偿啊！拿过来。现在能好受点了吗？能好受那么一点点。来。天哪，妈妈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神！我现在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，开心就好。啊，对了，你回来之前我找人煲了汤，我过去看看。本来想晚点再找你算账，楚嫣然，既然你自己把脸伸过来，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。经楚氏总裁旧闻曝光，原配重病，他就带着小三登堂入室，大吉！楚嫣然女成母夜，知三当三，挑战人伦底线，震惊！姐夫小姨子狼狈为奸，联手陷害姐姐，为哪般？老娘传说以前可是追男团的，天塌下来都有我嘴顶着，跟我玩舆论，算你们倒霉。据悉，楚氏集团因连环丑闻导致股价暴跌，将正式进入破产清算。哼，这个逆女，肯定是楚辞优干的，只有他知道这些。楚辞优，我不过是去霍氏给你造点谣，你就这么整我们？曝光这些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是气死你这种天大的好处。你放心，等你气死了，我会给你烧纸钱的。你个贱人！哼！我现在命令你，马上去网上澄清，说这些都是你在故意抹黑楚家。我这是在抹黑？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们手里楚氏集团所有的股份。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算了。这样，我想想下一个爆款标题。哎，对，有了，就楚氏集团技术造假吧。逆女，这个逆女！爸，怎么办啊？老宗，马上联系法务部，一定要把网上的舆论压下去。
陆苏。楚总，我倒觉得可以答应楚辞优。不行，松哥，你怎么能向着他说话？哎，然然，我没有向着他，我只是觉得这舆论到了这个地步，再压也没有用啊，不如直接将股份抛售。可股价跌成这样，就算全卖出去，也不够抵债呀。嗨，所以卖给楚辞优啊，他不惜自揭伤处，也要逼您让出楚氏。不就因为这里有他母亲的心血？我们就利用他的孝心，提高价格，狠赚一笔。到时候以您的能力，还愁不能东山再起吗？哼，有道理。可他能答应我吗？我了解楚辞优，他对股价走势一窍不通，不可能知道真实价格。好，那我亲自联系他，让他回来一趟。老公，你真聪明。楚家眼看就完了，等我捞完最后一笔，就踹了上来。哦，这个股价什么意思啊？5分钟跌了8个点。那现在收购楚氏最低价应该是2000万。这你都能算出来？才区2000万。可是2000万我也没有啊。钱啊，去哪儿弄点钱呢？银行贷款，楚家现在这个名声，谁愿意接啊？楚辞优，霍氏股东，可我该怎么说服他呢？或许你可以想想身边的人。你是说妈妈啊？可是她之前都给过我那么多好东西，怎么好意思再找她要钱呢？楚辞优，你的问题不是没钱，而是没脑子。平时脑子看着灵光，关键时刻跟锈住了一样。你干嘛攻击我？信不信我现在揍你啊？等等，霍廷琛，楚辞优啊，楚辞优，财神爷在你身边，你竟然眼蒙心瞎没看见。老公，原来你才是我最大的人脉呀！你帮帮我吧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把东郊的地分你一半，那咱们2夫妻的共同财产。好，老公，你就帮帮我吧。终于想起我了。这不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把你放在心里，所以这脑子一时之间才没有想到你嘛。老公帮帮我嘛。去找江北吧。得嘞，老公，以后我就是你最忠实的仆从。让江北去公司拉投资，确实比我方便多了。爱你，老公，我先去楚家了。希望你是真的，而不是为了钱。等会儿，你先回来，你一个人去啊？对啊。不行，楚学宽刚被你摆了一道，他正恨着你，恐怕什么事都能做出来，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楚辞优，我放心不了，你至少带着江北去，听到没有？楚辞优，楚辞优。霍总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快去楚家，楚辞优有危险。哦，小优，本来你做出这种事儿，我是不想把楚氏给你的，但念在你是我女儿的份上，
2个亿，我就把股份卖给你。2个亿，楚学坤，你要是没睡醒，回去重睡。现在的处事，资不抵债，名声扫地，白送都没人要。我肯接手你这个烂摊子，你不把我好好供起来就算了，怎么还想让我当冤大头啊？逆女，这可是你妈当初跟我一手打拼出来的，是她的心血，你这么糟蹋，对得起你妈吗？你没资格提我妈。一口价，2000万。2000万，楚辞优，商场甩卖都没你这么狠的。现在的处事就值这个价。他不是不懂股价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你这么侮辱处事，就算你拿到股份，董事会也不会同意你接手的。我们同意。林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处事就毁到你手里了。我们一致认为，应该由大小姐接管处事。没错，听说大小姐进入霍氏后，将霍氏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我相信以她的能力，肯定能帮处事摆脱危机。什么？她还有本事管理霍氏？接手指也算本事的一种吧。坤坤啊，你也别不服气。自从你接手处事，那是只亏不赚，我们几个老家伙都要饿死了。年轻人有能力，就趁早放手吧。你们都是串通好的。哼，别以为搬来董事会就能唬住我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，今天必须让他签上字。住手！楚总想对我们少夫人做什么？少夫人，我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来的正好。怎么样，老刀，有人多了不起啊？这丫头有霍家保护，看来是动不得了。你想用2000万买我的股份，绝对不行，至少要5000万。就2000万，多1毛都没有。楚辞优，别忘了，你没有一点股份，没有公司决策权，你就不怕我把股份烂在手里，让你妈的心血付之东流吗？谁说他没有股份？我愿意把我手中的股份以市场价卖给大小姐。我也是，是不能垮在你手里。可你们可都是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兄弟啊！我们一直是跟着姚总的，这些年全看在姚总的面子上，忍你到现在。楚辞优的妈妈，怎么样，楚学坤？我现在手上有股份，你是想拿钱走，还是继续负隅顽抗？我签。爸。给你。各位董事，今天谢谢你们，股份今后我会还给你们的。之后处事的未来，还要靠各位一起打拼。我们走。这几个人明明坏事做尽了，可我却一点证据也没有，让他们就这么拿钱走。少夫人放心，霍总，我早就查到了楚总财务造假，楚嫣然涉及你手术的证据，他们会有应得的下场。好险，差点说漏嘴。真的，江北，你这个助理也太全能了吧，又能调查又能救场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楚家的？这个事儿只有你们霍总知道。难不成是他告诉你的？我刚刚逛街，看到您的车就进去看一下。你带着保镖逛街？我
少夫人，我常年替霍总办事，得罪不少人，所以我害怕呀。那你真是辛苦了啊！幸好我机灵，这个家没我真得散。走啊，江北！哎，来了。霍廷琛，我回来了。你喝酒了？我就只喝了一点点。我今天不高兴，我帮楚辞优还有他的妈妈把楚氏夺回来了。他妈妈？是啊。其实我好羡慕你的，虽然你现在还不能动，但是你的妈妈健健康康的陪在你的身边。像我，好不容易吧，我长大了，能赚钱了，我可以给她买最漂亮的衣服，带她吃最好吃的东西。可是她就不在。没想到他居然遭受了这么多。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还没来得及好好的去报答他。霍廷琛，你说我穿到这里，我现在帮楚辞优的妈妈报了仇，算不算也是报答他呢？啊，楚辞优，楚辞优，小心！你说他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对我很失望？不会，他看到你一定很开心。霍廷琛，我怎么好像看到你醒过来了？哇，霍廷琛，你要是真能醒过来就好了。不然，明天我就跟他坦白吧。好疼啊！再也不喝这么多酒了。奇怪，昨天晚上不是睡在地上吗？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？难道你醒了？如果我说我早醒了，你会开心吗？我会非常生气。为什么？你醒了还让我给你洗脸梳头换衣服，吃我一记天马流星拳，再接我一招。没醒，我能醒早就醒了。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暴力？说吧，要跟我说什么？昨天半夜是你在地上睡冷了，自己爬上来的。这样吗？好吧，我饿了，我下楼吃点东西去。江特助，这么早啊？我来帮霍总做康复。啊，你对你老板还真是尽心尽力啊。霍总，我感觉少夫人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我也觉得。算了，下次再找机会。终于让我逮到了！江北，你居然对霍廷琛藏着这样的心思啊？什么心思啊？你还真有心思啊！难怪你总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进来。你都对他做了什么？这女人在乱想什么？少夫人，天大的误会啊！霍总，
快说句话呀！你还碰他？我没有。难道我老公是个 gay？ 我不是。霍总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中同情了。小夫人，是我单方面喜欢霍总，跟霍总没有关系。江北，从明天起我会少来的。这份工作我付出太多了。哎呀，怎么感觉无形当中伤害了一个人呢？应该是2个人。楚辞优，以后少看点小说吧。艺术源于生活，要不是我多学多看，怎么能及时辨别出潜在的风险，及时保护好老公你呢？你放心，在你没有清醒过来之前，我会一直守护好你的。那真是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少夫人，你当代理总裁这几周，公司业绩不降反升，还拿下了新能源的项目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我早看出了，少夫人是当家掌舵的料。哼，你这老家伙，当初反对的最厉害，现在倒会放马后炮了。不过少夫人，我有个事好奇很久了，你怎么每天都把文件带回家，晚上才批呢？这个嘛，那是因为家里的房间呢，特别有工作的氛围，让人一进去思路就特别的清晰。我听说廷琛以前也是这么做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少夫人和霍总的敬业精神真是如出一辙呀。嗨，哪有呢？我能有今天呢，还是多亏了各位股东们的照顾。前些天要不是你们给楚氏投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投资？是啊，我特意托江北过来办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没听过，少夫人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没走公司的账，江北是怎么拿出2000万的？除了他，谁会给我这么大一笔钱啊？老公，我先去楚家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楚家的？这个事情只有你们霍总知道，难怪你总趁我不在偷偷溜进来。霍廷琛，他醒了。楚辞优，你回来了。还装？老公，我今天出去逛街，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当然是你最喜欢的小裙裙啊！你每天躺在这里，只能穿着些灰扑扑的睡衣，一定很无聊吧？让我来给你换换装。我不穿女装。楚辞优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当然是被你骗的刺激。不要啊！不！哇，老公，我就知道你穿着这个小裙子肯定特别的合适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个好东西。锵锵，可不可爱？你一定会特别喜欢的，对吧？你这往上一戴，咱们俩现在就是阳光姐妹花。姐妹，老公，你说这么美好的时刻，我们是不是得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呀？不用担心丢脸，反正你是个植物人嘛，对不对？他绝对发现了，可他在气头上，我该怎么办？哼，好啊，都这样了还装，非逼我出狠招是吧？等着。这个不好看，这个也不合适，这个不行。有了，看我给你找漂亮的小裙子。我贴的就放在上面来着，放哪儿了？可恶的霍廷琛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整你！
온종일 웃게 됐군 도돌이표 또 네 생각 내 맘을 설레게你果然醒了。我如果现在躺回去，还来得及吗？你说呢？哼，我跟你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居然不信任我？我没有不信任你，只是当初害我的人还没找到，我怕提前告诉你，你会有危险。他是在关心我吗？可他现在醒了，我对他应该没有利用价值了吧？公司那边可能还得麻烦你帮我再瞒一阵子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帮你守好秘密的。幸好我对他还有用。这事儿先放一放，我记得在我昏迷的时候，你帮我做了许多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此手快上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汤里还端着锅，我得给你开开冰壶了。哎呦喂！我发现你这人特较真儿。小优啊，来吃点。哎呦，婷琛，你醒了。妈，我的宝贝儿子终于醒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妈，我没事了。太好了，小优啊，这婷琛能醒，多亏你了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啊！没有了嘛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也就是每天帮他洗脸、洗头发、换衣服、按摩放松肌肉。哎呀，这些脏活累活我爱干就行。王妈，来。这些啊都是豪华游轮，还有度假别墅区，剩下的呢都是黄金。只要你在产权证上签了名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不行不行嘛，这次真的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再贵重啊，也比不上你。婷琛能娶到你啊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可是当初霍家娶我，只是为了帮他醒过来。现在他醒了，我再收这些东西，收下吧。妈，老公，你们真是我的财帛现金。我的金条，楚辞幼，坏事还没发生你就提前焦虑，说不是等于坏事发生了2次吗？收下吧，先过足瘾再说。夫人，早餐准备好了啊，走吧。霍总，你请吧。看吧，他果然不需要我了。不对，如果我就这么走了，下一步他该把我赶走了吧？他不会以为我全好了就不来照顾我了吧？那到时候这些豪宅、金条不就都要跟穆叔拜拜了？那我岂不是没了跟他亲近的机会？绝对不行！哎呀，老公，霍总，霍总，老公，我有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肌肉好像支撑不住，需要你来扶我才行。你没康复，真是太好了！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，直到你完全康复为止。你们也看到了，他现在还柔弱不能自理，我只好牺牲一下，多照顾照顾他。走吧，我扶你去餐厅。哼，来了，快吃吧。霍总，我帮你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嘛，我来喂你。来。以前那个雷厉风行的霍总，在爱情滋润下，终于变成了塑料袋人格了。
真能装啊！切！看到你们小两口这么甜蜜，我就放心了。天琛啊，你这刚醒啊，赶紧把身体补一补，和小优呢培养好感情，好早点让妈妈抱上孙子。少夫人，1个月期限就要到了，今天9点要召开股东大会，咱们该出发了。好。妈，我先去公司了。等一下，大宝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这些股份，你千万要小心，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跟我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亏的那2000万都查清楚了？查清楚了，好像是那边的地出现了问题，资金链断了。一群废物！我记得楚辞优刚花了2000万收购了楚氏，是吧？是的。那就好办了。楚氏本来就是个烫手山芋，只亏不进。我们正好可以把这2000万摁在他头上。不过霍总，楚小姐收购楚氏好像并没有走公司的账户。那又如何？这口锅他必须背着。1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，霍廷琛手里的股份我必须要拿到手。抱歉各位，我来晚了。侄媳妇儿好大的架子呀，只是个代理总裁而已，就敢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。霍副总既然知道我是代理总裁，那在公司还是叫我楚总比较好，免得让人觉得你公司不法。各位股东们，今天是我和霍副总约定1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。那这1个月以来，霍氏集团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，不但没有亏损，还在一直持续盈利当中。那么按照约定，我将继续担任霍氏集团的代理总裁。慢着，听说楚总前一段时间以2000万的价格收购了即将破产的楚氏集团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楚氏集团已经陷入了债务危机，他们主营的业务和我们霍氏没有关联，根本没有收购价值。楚总的投资眼光这么差，我们怎么能放心把霍氏交给你这种人领导？果然是这个霍建树搞的，真是线团子打鼓，难缠得很。搞这一出，明显是冲着霍廷琛来的。但他还没有恢复，我还不能暴露他已经醒了的事情。出事了！霍总，楚辞优有危险！这早上吃饭还要人喂，现在就能健步如飞了？一定是因为我儿媳妇儿。哎呀，真是上天眷顾啊！她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呢。收购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既没通知董事会，又没有尽职去调查，我看你这是赤裸裸的滥用职权。你为什么不征集董事会的意见，擅自做决定？请给我们个解释。是啊，请给我们个解释。是啊。楚氏集团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收购的，这2000万也是我自己掏的，和霍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。各位股东们可以放心，楚氏的债务绝对不会影响到霍氏。楚氏集团欠债不是1天2天了，你一个不受宠的楚家大小姐，哪来那么多钱？陈秘书，你说话放尊重点。的确，楚氏集团在楚学坤的管理下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但是之前都是我母亲在打理的。我母亲去世之后，给我留了一笔遗产，拿出这2000万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。哼，楚总口口声声说收购楚氏集团是你自己出的钱，那么请你把银行的流水拿出来，证明给各位股东看。银行流水，我要能拿早就拿了，还轮得到你这个老可爱在这蹦跶。对呀，就是银行流水我可以拿，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。恐怕是你拿不出来吧？你就是让公司损失了2000万。楚辞优，这个赌你输了，签了这份股权转让书，离开霍氏。霍副总这燕国地图可真够长的，终于图穷匕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搞这么一出，不就是为了逼我让出股份吗？霍副总演了这么半天，都上瘾了吧？要不要给你配个 BGM 呀？楚辞优，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，
公司亏损是事实，这个赌你就是输了，所以你必须把霍廷琛手里的股份让出来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霍氏集团的法务部有多么的专业。愿赌服输，我们霍氏不需要你这种滥用职权的代理总裁。是啊，让出来。对，让出来。我看谁敢赶他走！你怎么？辛苦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收购楚氏集团的那2000万是从我的私人账户里拨走的，没有花公司1分钱。银行转账凭证、资金溯源报告都在这儿。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就算了吧。慢着，大伯这么着急走干嘛？既然收购楚氏的那笔钱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霍氏的这2000万是怎么回事。您口口声声的说是楚辞优挪走了公款，可真正让公司亏损2000万的，是您主导的星海地产项目。账目造假，虚报预算，挪用资金。您这个副总当的可真是够称职的呀！我只是一时决策失误。大伯，您这是一箭三雕啊！项目亏了锅甩我了，股份拿了总裁当了，谁能赢得过你？你可怎么坏得很？廷琛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恢复了是好事儿。大伯这些日子帮我管着霍氏，真是辛苦了。既然现在我醒了，那也就没有必要再让长辈受累了。那么接下来霍氏的事还是由我自己打理吧。大伯年纪也大了，还是好好享清福吧。好，大伯慢走，开车前记得仔细检查一下，免得像我似的，刹车被人弄坏了都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霍廷琛，我刚刚特别的厉害，就面对那个坏老头的时候，从容不迫，游刃有余，一点都不慌。我厉害吧？这是这个我之前不是帮你管理这个位置吗？哎呀，完了，忘了提前把这些东西收走了。哎呀，我这一向最讨厌别人乱碰他的东西，尤其是这么粉嫩不严肃的东西摆满了他的办公室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就搬走。不用，放这就好。我工作的时候看着也开心。霍总，你让我感到陌生。你还在这干嘛？哈哈哈哈！我还有工作，霍总，我先走了。真奇怪，我怎么心跳的这么快？看来他也不是没有感觉。你故意试探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他会试探我？难道他喜欢？啊，我是说，今天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大胜利，所以我决定亲自下厨庆祝一下。怎么样？好。楚思悠，你是把厕所炸了吗？什么把厕所炸了？我这分明是在给你做大餐啊！令人陶醉的味道。你嗅觉失灵了？你不帮忙，赶紧上一边去！不要打扰我楚大厨发挥。哎呦呦，还楚大厨！
小伙子，跟我走吧。走，走啊！哎，我今天就是饿死，重新变回植物人，我都不会吃你那个东西一口的。成你成啊！儿子，哎，小优，哎，这什么味道呀？马桶堵了吗？我花了半个小时做的大餐，某人就是不领情。妈，你看看，哎，妈，你尝一口，很好吃的。哎，这真能吃吗？哎呀，你尝一尝嘛。哎呀，好吃，好吃。来，试试。哎呀，好久没吃过了，今天真的吃的好满足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闻着臭、吃着香的东西。我从来不知道垃圾的味道也这么好。就说嘛，跟着我这个老吃家准没错。这小优也嫁进咱们家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公开介绍呢。现在公司也稳定了，依我看呢，不如办个晚宴，妈妈把你介绍给大家。会想公开吗？霍先生和霍夫人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您二人真是般配啊！谢谢。哎呀，果然呐，眼睛漂亮的人眼光都好，是吧？果然是个狐妹子，阿谀奉承，张口就来。陆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优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关心你，想过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毕竟你曾经也……哎，停！我跟你可没有什么曾经，别来碰瓷儿啊！楚慈幼，当初你为了攀霍家的高枝，抛弃了陆松，转头就嫁给我这植物人侄子，现在都装起来了。要不是廷琛昏迷，你能进我们霍家的大门？大伯母，你这么诋毁我的妻子，是觉得我霍廷琛是个连自己枕边人都分不清的蠢货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廷琛呐，我也是为了你着想。这个女人水性杨花，爱慕虚荣，为了钱抛弃未婚夫，转头就嫁给你，肯定没打什么好主意呀。大伯母，您这嘴啊，还是该找个中医调理调理，酸的都发苦了。小优要真是为了钱才嫁给我，那我简直是求之不得。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大伯母，有这个闲心，还是好好管一下自己的儿子吧。作为晚辈，看见您身上的首饰越来越少，还有一点心疼啊。你们啊！你叫陆松是吧？论起来，我应该和小优一样，叫你一声妹夫吧。什么妹夫呀？我跟那楚嫣然没有半分关系。对，你们没有半分关系，不过就是背着我睡了几年，谈了几年而已嘛。这么大的官啊，还来搞破坏，够不要脸的。晦气，气得我都饿了。那你先去吃点东西。那你呢？我先去敬酒，晚点过去找你。好。小优，刚才是我冒昧了，这杯酒就当做给你赔罪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好吧。小优，你这个货色，也敢在我面前装清高？哼！咱俩画完了事，这段视频，这霍家的钱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
不是你怎么没事啊？谁说我没事儿？我现在这个事可大了，多亏你给我下的药，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这么爱给人下药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就让你喝个够。这可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，一滴都不可以浪费哦。你就好好享受吧，好喝吗？要多喝一点哦。霍廷琛，楚子悠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担心，这不是没事吗？来人，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处理掉！敢三番两次招惹我的人，想死？他的人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他接近你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霍廷琛，上次你试探我，这次该我试探你了。哎呀，我喝了好多酒，有些不胜酒力了，现在头好晕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趁人之危。哦哟，这俩人真是发了狠了忘了情了，也不避避人儿。以后你俩结婚，我必须做主桌儿。霍廷琛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儿？现在吗？要不我找别人帮你。这个忙别人帮不了，只有你能帮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那好吧，那咱俩开始吧。你说的帮忙就是来这儿啊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好啦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先进去再说。走啦！材料带来了，证件也带来了，老公我也带来了。这下我可以领取我母亲的遗产了吧？当然可以啊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老公，过来。来了。拿到遗产了。你拿的什么？我也不会，什么都没有，废纸。真的？真的，东西都拿到了，我们就赶紧走吧。是得赶紧走。我刚刚就被那个刘氏盯得心里发毛，生怕他看出来咱俩是契约婚姻。走吧走。楚子悠，东郊的地升值了，遗产也拿到手了，我现在真的是个小富婆了。我以后再也不用依靠别人，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。果然，心愿达成，他要走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现在你的目的达成了，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是啊，目的达成了，我也没有理由再赖着他了。我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的。好的。我想先去东郊的地看一眼，我先走了。那我先回公司。楚子悠，虽然当初我妈让你嫁给我，只是为了冲喜，我们俩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在我心里，你已经是我认定的霍太太了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喜欢。霍总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还能活吗？你最好有事。霍总，我是真有事儿。公司一个项目的竞标书被人泄露了。是星海港的那个项目吗？是的。那个项目之前一直都是你的大伯在负责，泄密的事情会不会是他做的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标书是从他任内交接的加密文件中被远程提取的，手法很专业，像是有内部人员在配合。我先去公司，晚上等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江北，你这种时候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在这儿呢，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零个人在意。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未来3年的战略布局，我们必须志在必得。从现在开始，各个部门调动起来，重新梳理方案，3天之内完成最终标书提交。霍总说的轻巧，据我所知，我们竞标的标书已经被人泄露，核心的数据、报价的策略已被对手的公司全部掌握，你拿什么志在必得？不是骗我们的吧？对呀，都已经泄露出去了，这怎么弄啊？这就是骗我们的吧？张总，我理解您的担忧，标书泄露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。但现在公司已经启动应急预案，技术部正在追踪线路源头，法务也已介入，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补救。补救？霍总，商业竞争不是儿戏，我们的底牌已经被对方全部掌握，我们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，还怎么竞标？这怎么补救？补救不了啊！是啊，这有什么办法呀？当初这个项目是由霍副总亲自接触的，资料也是由他在职之内交接的。既然霍总力不从心，不如召回霍副总，让他重新主持这个项目。哎，对呀，不如让霍副总回来。确实啊，不如让霍副总回来吧。霍副总目前正在休养，暂时还回不来。谁说我回不来的？大伯身体刚恢复，就急着回公司，这份责任心可真是令人敬佩啊！我要是再不回来，霍氏这艘大船恐怕就要沉底了吧？廷琛呐，这标书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不是大伯说你是霍氏集团的总裁，你这警惕性也太差了，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守不住。大伯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，即使不在公司，也能对公司的事了如指掌。廷琛呐，你躺了那么久，刚醒过来，力不从心也正常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好好的休息。总裁的位置就先让出来吧。没错，我建议暂停霍总一切的工作事务，由霍副总全面接管公司。出现了这么大的纰漏，霍总确实需要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吧？同意。是。看来大伯对于我这个霍氏总裁的位置望眼欲穿啊！为了坐上这个位置，可以不择手段，连法律的底线都敢触碰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总之，我的好侄子呀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位置让出来，也好给自己留点体面。
大伯在国外给你联系了一家疗养院，条件很好，你就好好的离开公司，去那里好好休养吧。我看该离开的应该是大伯你吧？你真的以为你做的那些事都天衣无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这是看出来不对了吧？泄露出去的那一版标书有一处关键数据错误，即使被泄露也没什么关系。你手里的这个才是修改后的最终版，今天一早已经由我亲自加密提交给招标委员会了。那就好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这个项目一直是由大伯你来负责，标书也是你加密的，怎么突然就被泄露出去了？该不会大伯你不满被停职，故意设的局吧？哼，能接触到标书的人也不止我一个，你凭什么说是我泄露的？说不定是他。啊！霍副总，明明是你让我用内线调出标书的。你说事成以后，等您做成了董事长，你多给我2%的股份。怎么现在出事了，你就把我推出来当替死鬼？你怎么是这种人啊？既然你不认，我也不认。各位股东，请听一下录音。老张，标书今晚必须得弄出来发给那边。事成之后，我当上霍氏总裁，多给你2%的股份。2%的股份就把标书泄露出去了。廷琛，你听大伯解释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廷琛，我始终是你的大伯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。你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我们是一家人？当初你让人在我车上做手脚，害我出车祸，在病床上足足躺了3个月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什么车祸？我不知道，那场车祸是意外，交警都结案了。难道你还想翻什么旧账吗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但如果我有证据……不可能，当时我明明把证据都……怎么了？都销毁了是吧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是当时在车库的时候，另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。照片上的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，他已经交代了全部事实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完了！霍建树，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、侵犯商业机密，请您回去跟我们接受调查。老公，结束了吗？他被警察带走了。你还好吗？我赢了，但是我希望从来没走到这一步。我小时候，他带我去钓鱼，叫我下象棋。可是他现在眼里只剩下权力了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你不会是一个人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小优，谢谢你。就只是嘴上谢谢？难不成还有别的地方要谢谢？讨厌，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想，既然我已经把处事夺回来了，那我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。这个帅，这个像安宇，牵过来。这个仔细一看，有点像牛牛哎，也牵过来，牵，都牵。你说的做点什么？就是开娱乐公司啊？
处事的基业都被那个坤老登败得差不多了。这个时代想要异军突起，就要顺应潮流。书中这个时候选秀正好兴起，捧红了好几个新人爱豆，这可是妥妥的商机呀！哇，这个也签，这个好看啊！一般，这么看像被平底锅拍了一样。一般？你管这叫一般？他可是练习时间长达2年半，唱跳俱佳，圈粉无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私底下性格也很好，一点黑料都没有。他这张脸就是他最大的黑料了。你这么了解他，你跟他很熟啊？我和他是不熟，但总不能说这都是书里告诉我的吧？不熟啊，比黄鹤事情那天吃的饺子还熟。哎呀，这谁能有我老公好看？瞧瞧这高挺的鼻梁，这红润的小嘴唇，这不是芥末脸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有腹肌。干嘛？嗓子坏了？怎么看够了锅里的，又想起碗里的来了？这野花再香呢，也比不上家里的小绿植老公呀。瞧瞧这腹肌，块块分明，你看冷记录都能拿来当素材吧？瞧这个手感，这个硬度，我得数数有几块。哎呀，看着数呢，别害羞了，看着数怎么了？哎，我预约了你最爱的餐厅，今晚。哎，老公，我今天没空陪你了，我有事得去趟公司，下次再说啊。老婆，忙完了吗？明天晚上去吃饭吗？我想你了，怎么一直不回消息啊？啊？喂，先生您好。你知道你打的这通线路每秒价值几个亿吗？要是因为你这条消息让我错过了他的电话，我让你们整个公司都破产。什么邪祟这么颠？赶紧从我儿子身上下来！儿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还没事儿，这么颠了？是不是躺了好几个月，这脑子退化了啊？夫人，霍总他是因为少夫人最近太忙了，没空陪他，所以……哎呦，我以为这身体刚好，脑子又出问题了呢。哎，你这……不过你真得注意点了。这小优现在身边全是这种身材好、长得又帅的小鲜肉。你说你躺这么久了，真比不过人家，可怎么办？会这样吗？确定是这家？少夫人发的朋友圈就是这儿，错不了。少夫人一直不回信息，是有家人相伴，乐不思蜀了。霍总，要不要给少夫人结个账？结账？我现在想把他给结了。唉，嫉妒的男人真可怕。霍夫人聊得挺开心啊。子藏，这位是？
他是我。你子父，霍氏集团总裁霍廷琛。原来是霍总，久闻大名，我是皮皮。他这是在挑衅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是我老公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儿来的。你很怕我知道吗？哎呀，别闹了。这位是我们公司最有潜力的练习生，我打算送他去选秀，正好吃顿饭就当践行了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我陪你一起去。不是没来得及吗？谢谢子泽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哦，子泽，你老公真会疼人。他这是在阴阳我。谢谢。你也可以找个会疼人的。难怪少夫人之前怀疑我对霍总图谋不轨，我们霍总这块小绿植还真是男女通吃。你确定要送他去选秀？我看他眼睛像有毛病一样。等等，这剧情不对呀，又来一个觊觎我老公呢。死嘴，快别笑了！他还吃醋了？你还有你，都给我走，快走！走。儿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妈，您先去睡觉吧，我还有点事要跟楚子悠谈谈。谈什么呀？这小优整天忙得都脚不沾地了，你还要跟他耍脾气啊？这女人啊，就是要以事业为重。小优啊，在外面忙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，你作为男人呢，应该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呀。知道他忙，可是身边的男人也太多了。小优这孩子啊，我了解，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，只要你啊不犯什么错误惹他生气啊，他肯定不会朝三暮四的。不过儿子，你的确是该有点危机感了。躺了这么久了，你这身材啊可是大不如以前了，而且又没有人家年轻。你要是再不努力呀，真留不住小优可怎么办呀？妈，你还是我亲妈吗？就因为我是你亲妈，我才跟你说这些。你是她老公，跟外面那些人不一样，你得懂事儿听话啊。霍廷琛，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这儿干嘛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明天再看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你干嘛，霍廷琛？你跟小三儿一样倒在我跟床中间。楚子悠，你这么快就厌倦我了吗？不是，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的确是有些忽略你。这样，我忙完这段时间正好陪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老婆，反正你好你坏我都在。快睡觉吧，老婆。是谁教你说的这些话？酸的我都有点睡不着了。等了这么晚，应该都饿了吧？这样，我煮碗面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喂，睡了吗？喂，睡了吗？睡了。霍总，这个点打电话，不会公司有什么事情吧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楚子悠在给我煮泡面，望周知。我的，哎，我的命不是命啊！好，卡。真是太完美了！我有预感这档节目一定会大爆的。多亏了楚小姐，不然我的节目不会进展的这么顺利。哪里，还得是我们姐导厉害。大家都辛苦了。楚小姐，今晚我们有场庆功宴，你一定要到场。今天真是不行，我得回去陪我老公，家里又有闹脾气。这样，
改日我做东，一定好好的宴请大家。行，老公回来啦！啊，人呢？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老婆想你了。喂，江北，霍廷琛跟你在一起吗？我给他发消息，他一直都没有回复。赵夫人，你别担心，我跟霍总啊在公司加班呢。加班？是啊。就你们2个人？哎呦，少夫人。哦，没事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公司里的事情忙完啦？你也忙完了？今天回家好早。节目办得非常的顺利，后面都可以休息了。要不要跟我去约会啊？明天？不行。他不会是因为前几天被冷落，所以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我吧？那明天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公司有点事，明天得亲自去处理一下。这语气酸溜溜的，肯定是在报复。这个幼稚鬼，算了，是我太不懂事了，不应该给老公的事业添堵。哼，你走吧，丢我一个人没关系的，反正我只是个没我老公要的小女孩。谁说你没人要的？我不是在这吗？那你还不肯告诉我你明天去做什么？对我那么冷淡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从来没有不喜欢你，只是有点吃醋，对不起，我确实很小气。我就知道我的老公最好。那你现在还生气吗？一点点。现在呢？不吃了。不吃？是现在不吃，还是以后都不吃？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果然是年轻人。不过他们工作这么忙，这样下去肯定身体吃不消呀。我得给他们俩帮帮忙。小优，你们回来啦？妈，过来，我做了一桌子好菜呢。妈，你真好。哇，这也太丰富了吧！这是生蚝、海参、海狗丸。这是给廷琛准备的，你吃这些。嘿，我爱吃。妈，我不需要。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是男人，该雄竞的时候就竞起来，可不能被别人抢了先机。是啊，而且你躺了这么久，是个好补。行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这个霍廷琛怎么还口出狂言啊？小优，妈妈给你准备了安神汤。我也有啊。对美容养颜有奇效呢。真好喝，妈妈，再来一碗。怎么这么热呢？都说当下看美人，越看越诱人。要是能扒开她的衣服，看看腹肌和人鱼线，光是想想就鼻子发热。如果我把她按住，得逞的几率有多？楚辞优，我觉得你对我有点误解，要不要看看我真实的实力？什么实力？楚辞优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老公，没想到你当了这么久的植物人，还这么有实力，真是一株强悍坚韧的仙人掌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的不得了。
不过老公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大概是见你的第一面吧。第一面？难道你认识以前的我？那你不是，我小时候受过姚总的教导，见过楚辞优一面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才8岁，不具备春心萌动的条件，所以我说的第一面是在医院。那你知道我是？有一天你喝醉了，躺在地上把什么都招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说真的，老婆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跟我说话，让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如果没有你，恐怕我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老公，那天闯进你的病房，是我人生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珍贵的感情，还给了我一个家。老公，我看到这个场景，怎么有种熟悉的幸福感呢？哎，快下来！妈妈，小优，快过来，看看我们霍家的诚意。妈耶！我就说怎么今天一起来，心脏就扑通扑通的狂跳，这左眼皮也跟着跳呢。原来是我美丽心善的财神婆婆又有施展神通。妈妈，小优，之前呢，你嫁给了廷琛，他没有醒，我们也没办个像样的婚礼。现在啊，我要给你补办一个。这都是我们霍家给你下的聘礼，快来看看。天哪，妈妈，这哪是下聘呢？这不是博物馆特展吗？这才哪到哪儿啊！来，这呢是传世之光系列的紫米珠项链，清朝宫廷旧藏，当年慈禧太后啊都夸过它翠色如湖呢。天哪，这绿的简直比我家后院种了个黄豆还透亮，这得值好几个小目标了吧？钱什么的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传承。这可是传了我们霍家5代的宝贝儿，只给最珍贵的儿媳妇儿。还有这些，来，这对耳环呢，是我年轻时候的最爱，现在一一传给你。天哪，这红的简直比我高考666分那天夕阳还艳。妈，您这哪是下聘礼啊，简直是开珠宝展啊！你懂什么呀？小优是我的宝贝儿，给她多少我都不嫌多。来看看这个聘礼清单，有黄金888斤，钻石520克拉，翡翠手镯12对，还有……天哪，妈妈，这得用卡车来运了吧？要不我们租个银行金库当婚房？对了，还有888万现金。天哪，这会不会太高调了？不高调，怎么能叫我们霍家娶儿媳妇呢？我就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，我们霍家的儿媳妇是全世界最好的。妈妈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感觉自己简直比黄鼠狼嘴下逃出的金运气还要好。你这孩子怎么形容呢？哎，对了，我还订了几家月子中心，你们挑一挑，看去哪家好。妈，我们这婚礼都还没办呢，你怎么把月子中心都选好了？这也太早了吧？早什么呀？你们结婚之后赶紧努力，好让我早点抱上大孙子呀！啊，妈，孩子多闹腾啊！我还想和小优多过过2人世界呢。你们过你们的啊，孩子给我带，我不嫌闹腾，我巴不得你们生个足球队呢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有请新郎新娘说出爱的誓言。好。很多人问过我，未来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？我想过很多次，想不出来。直到遇见你之后，我知道了。我希望那个人就是你，楚辞优。你坚韧、善良、勇敢，能和你在一起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个运气很好的人，直到我认识了你，才明白，原来
我所有的运气都是为了遇见你。我们这一路走过来，有甜蜜，有感动，也有很多困境，但是好在我们都一一熬过来了。霍廷琛，我确定爱你，往后余生还请你多指教。我儿终于要嫁出去了，终于要有大孙子了。霍总，臣妾此事童子分明了。我宣誓，无论富有或者更富有，健康或者更健康，往后的余生，爱你，尊重你，相濡以沫，不离不弃。亲一个吧！亲一个，亲